你知道吗？唐代最接近真相的史书，不是《旧唐书》，也不是《新唐书》，而是一本叫《酉阳杂俎》的杂录，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史作者不敢写的东西：皇帝的丑事，大臣的蠢事，宫里的鬼事，民间的怪事。作者段成式出身世家，他爹是宰相，他太清楚那套体面是怎么运作的了，所以他故意不写体面，专写不体面。今天我们就用这本书做3件事：第一，看看那些不被主流接纳的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第二，拆穿权力游戏里的荒唐底色；第三，掀开正史盖住的那层人性暗面。这世界上有一种人，活在主流规矩之外，不靠科举，不当官，不攀附权贵，不买房置地。正史里没有他们的名字，县志里找不到他们的履历，但他们比谁都活得通透。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记过这么一个人：蜀地有个叫赵大古的，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都叫他赵大古，因为他整天背着一面破鼓，敲起来咚咚响，嘴里念念有词，说的话颠三倒四，谁都听不懂。当地人都当他是疯子，小孩朝他扔石子，大人见了绕道走，他也不恼，该敲鼓敲鼓，该念叨念叨。有一年，蜀地节度使手下有个将官叫李世旺，奉命去西南边境巡视。走之前，赵大古突然出现在他门口，咚咚敲了3下鼓，说了一句清楚话：将军此去，莫饮龙舟水。李世旺当时觉得好笑，一个疯子的话谁会当真？他去了，喝了龙舟的水，没多久就病死了。当时的人说，那水里有一种毒虫，当地人知道怎么避开，外地人不知道。赵大古知道，但他不说透，只说莫饮。又有一回成都闹兵变，变兵头子叫千能，带着几千人到处烧杀，临到成都城下，赵大古又出来了，站在城门口敲鼓，一边敲一边喊：千能千能，你娘叫你回家吃饭。喊了3遍，围观的百姓都在笑，变兵也笑。结果当天夜里，千能的部下突然哗变，砍了他的头来投降。史书上写的是官军评判有功，但成都街头的老百姓不这么说，他们说赵大古早就知道了。段成式记赵大古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笔法，他不说赵大古能预言，也不说他有神通，只说每言是则中，每回说事都说中了，也不解释为什么，也不总结道理，就把他做的事记下来，敲鼓说话，说中了，就这么简单。但细想一下，赵大古这类人其实掌握了一种很隐蔽的生存策略：认知豁免。一个人如果被社会认定为疯子、傻子、不正常，他就自动获得了一种特权，不被当真。你说对了，没人当回事；你说错了，也没人追究。官场里的人说错一句话可能要掉脑袋，庙堂上的人站错一次队可能株连9族，但赵大古不用，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因为他疯了。他的疯不是病，是他的钝，他用装疯换来了说真话的自由。段成式记下他的时候，大概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写赵大古疯，他只写赵大古说中了。酉阳杂俎里还有另一种人，跟赵大古完全相反。赵大古是站在人群里敲鼓，这种人是谁都不让看见。段成式在书中记过天台山深处的一位隐士，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偶尔有樵夫迷路，闯进他住的山谷，会看到一个老头坐在石头上，面前摆着一盘棋，自己跟自己下。樵夫问路，老头也不抬头，只是用手指指方向。樵夫走出去之后回头一看，老头不见了，石头还在，棋盘没了。后来有个书生科考落榜，心灰意冷，跑到天台山去寻这个老头。
走了3天3夜，真的找到了。老头还是在下棋，书生跪下来求老头收他为徒。老头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饮？书生说：官场黑暗，人心险恶，不想争了。老头笑了，说：你这不是要饮，你是在逃。真正的饮不是躲什么，是不需要什么。书生没听懂，还想再问。老头把棋盘的棋子一推，棋子掉在地上，变成了一地花瓣。老头说：你看这棋局，我摆了30年，从来没分出过胜负。因为黑棋是我，白棋也是我，我赢也是我，输也是我，有什么好争的？你回去吧，等你不再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再来。段成式写这个隐士，用了一句很冷的话：人不识其面，山不知其名。没人见过他的脸，山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句话初看是写隐士的隐匿，细想是写隐士的消失。他不是隐居，他是从人类社会的坐标轴里把自己彻底删除了。这种活法放在今天来看，其核心其实是一种需求卸载。主流社会要求每个人拼命往一个方向挤，考功名，买田地，娶妻生子，光宗耀祖。这个方向的本质是让别人认可你，但隐士不要认可，他把自己从被社会承认卸载掉了，装上了被自己承认。他自己跟自己下棋，自己赢自己，自己输自己。一个闭环的人不需要外界输入什么，也就不被外界控制。段成式写他棋子变花瓣，写的就是这种闭环的极致形态。他的世界里，一切人造的规则，像棋局，都可以随时变成自然的东西。如果说隐士是根本不跟人打交道，那酉阳杂族里还有一种人更怪，他不跟人打交道，但他跟别的东西打交道。段成式记载过一个书生姓郑，住在骊山脚下的一间破屋里。那屋子周围常有狐狸出没，附近的村民都说那地方不干净，劝他搬走。郑生不听，不但不搬，他还在院子里专门放了一些食物，说是给狐狸吃的。邻居都觉得他疯了。有一天夜里，郑生读书，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年轻女子，衣服是素的，很得体，说话也很文雅。女子说自己姓胡，就住在附近。听说郑生一个人读书到深夜，过来送一壶酒。郑生接了，两人聊到天亮，女子才走。此后每隔几天，女子就来一次，有时带酒，有时带点心，有时只是坐着听郑生念书。郑生的朋友听说这事儿，跑过来劝他，这是狐妖，你得烧艾草熏他，或者去庙里求福。郑生反问他，朋友，他害过我吗？朋友说没有。郑生又问，他偷过我东西吗？朋友说没有。郑生再问，他妨碍我读书了吗？朋友说不出话。郑生说，那他是不是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有一年，骊山一带闹兵乱，乱兵到处抢掠，挨家挨户破门，偏偏郑生的屋子，乱兵走到门口就绕开了，好像看不见一样。事后有人问，乱兵为什么不去那间屋子？乱兵说，那屋子门口站着好几个大汉，凶神恶煞的，谁敢去？但郑生那晚明明只是一个人在屋里读书。兵乱过后，那个姓胡的女子来见郑生，说自己要走了。郑生问为什么，他说这一带要太平了，不需要我了。走之前，他告诉郑生一件事，你明年春天不要走东边的山路进长安。郑生问他为什么，他不说了。第二年春天，郑生走西边的大路进城，后来听说东边的山路塌了，死了好几个人。段成式记郑生用了一句话，人不伤彼，彼不伤人，你不害他，他不害你。这句话的微妙之处在于，段成式没有区分人和彼，在他的语境里，彼不一定是妖，是异类，是狐仙，
比就是跟你不一样的存在。你把他当异类，他就是异类；你把他当邻居，他就是邻居。人有个本能，喜欢定义一切，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是同类，这是异类。一旦定义了异类，就有了排斥的理由，就有了攻击的目标。但郑生不定义对方，是不是狐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伤害自己。他放弃了对非我族类的本能恐惧，换来的是异类的回馈。段成式笔下这条人不伤彼，彼不伤人的法则，放大一点看，是整个自然界最古老的共生法则。只是人类进入文明之后，把这法则忘了。酉阳杂族里还有一类更隐蔽的异人，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模一样，白天在街上走，在市场里做买卖，在铺子里干活，但天一黑，他们就变成另一个人。段成式记的这个铁匠姓姚，长安人，在城西开着一间铁匠铺，白天叮叮当当打铁，菜刀、锄头、马掌，什么活都接，手艺很好，价格公道，街坊邻居都认得他。但是到了晚上，他把铺门一关，在里面干什么没人知道。有一次，一个小偷半夜撬了他的门，想偷几件铁器去卖，结果趴在门缝往里一看，吓得拔腿就跑。后来小偷被抓在衙门里，招供说他在姚铁匠的铺子里看见了不可说之事。衙役问他到底是什么事，小偷死活不肯说，只是抖。衙役带着人去找姚铁匠，铺子还在，人已经走了，屋里只留下一块烧红的铁块，铁块上有一行字，是铁水浇出来的：我打铁不为卖钱，为打发时间。后来有人在汴州见过他，还是在打铁，问他长安的事，他笑了笑，说了一句：白天打铁给身体，晚上打铁给心。问的人听不懂，再想问，他已经拎着锤子走进里屋了。段成式写姚铁匠，用的笔法很省，昼断铁，夜为换细，白天打铁，夜里变戏法，就6个字。这个换戏到底是什么？他不解释。关键不在于他做了什么，在于他的双重身份。大多数人的精神是单轨的，白天上班，晚上刷手机，白天应付客户，晚上抱怨生活。身份是单一的，我是打工的，我是公务员，我是老板。单一身份意味着你把所有精神寄托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白天的工作崩塌了，你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崩塌了。姚铁匠不这样，他白天打铁赚钱，这是养身；晚上玩幻术，那是养心。白天的事是给外面看的，晚上的事是给自己留的。这2个世界互不干扰，白天再累再苦，晚上关起门来就是他自己的王国。他的铁匠铺不是一个铺子，是一道门，门外是唐代社会给他规定好的一切，门里面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世界。这些人放在今天会被叫社恐、躺平族、怪人，但段成式没这么写。他写他们的时候语气里带着羡慕，因为他知道这些不正常的人恰恰避开了最消耗人的东西。别人的期待，赵大古不用考科举，因为他疯了；尹氏不用攀关系，因为他消失了；郑生不用驱逐异类，因为他接纳了异类；姚铁匠不用追求成功，因为他的成功标准是自己定的。段成式记他们的每一个字，都在暗示同一件事。主流社会编织的那张网，权力、地位、名声、财富，对这些人来说不好使。不是他们被网遗忘了，是他们根本没走进那张网里。好了，奇人看完了，接下来我们往高处走，看看那些站在权力顶峰的人是怎么活的。段成式这本《酉阳杂俎》简直就是唐代官场的荒诞剧本。你以为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个个都英明神武？不，他们怕鬼，信妖，被下人耍，做蠢事。权力这东西本身就让人失智。段成式自己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长大的。他爹段文昌在唐穆宗朝做到宰相，出将入相20多年，权势熏天。段成式从小在宰相府里长大，看腻了那些穿紫袍系金鱼带的人，白天在朝堂上一本正经，晚上在私宅里丑态百出。他后来写《酉阳杂俎》，写那些高官显贵的荒唐事，下手极轻，语气极淡，但每一刀都捅在要害上。先说一个怕鬼的高官，唐文宗朝有个刑部侍郎姓韩，这个韩侍郎管刑部，天天批死刑文书，按理说应该是胆子最大的人，但他有个毛病，怕黑，不是一般的怕，是每天晚上必须有人陪他睡，不是妻妾，是男仆，至少要4个，在房间里点满灯，他一动仆人就得应声。有一回他外调到江南西道做观察使，住进官邸第一夜，就听见屋顶上有脚步声，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来回走了半夜。韩侍郎吓得缩在被子里不敢动。第二天问当地人，当地人说这官邸以前住过一个被冤杀的县令，死后一直不安宁。韩侍郎听了，当晚让8个仆人陪他，屋顶上还是有脚步声。此后半年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后来他手下有个判官叫李生，私下查了查这件事，发现那个所谓的鬼其实是韩侍郎从长安带来的一个老仆。这老仆跟韩侍郎有旧怨，韩侍郎早年答应提拔老仆的儿子，后来没兑现，老仆的儿子郁郁而终。老仆恨他，串通了当地一个会轻功的飞贼，夜里在屋顶来回走，就为折磨他。这事后来捅出来，韩侍郎又惊又怒，把老仆打了40大板撵出府。但他从此更怕了，怕老仆回来报复，怕飞贼还藏在附近，怕别的仆人也有仇。后来他辞了官回老家，整天锁着门，谁也不见。段成式记这件事用了一句话收尾：韩公常觉死囚100余人，不惧，惧亦老仆之足因。韩公曾经判决过100多个死囚，不怕，怕一个老仆人走路的声音。这句话里藏着一把刀。怕死囚是因为死囚是合法杀人的对象，他手里有律法，有权利的合法性。但老仆不一样，老仆的恨是针对他个人的，不是针对刑部侍郎这个官职的。当权力的外衣被剥掉，一个老仆人的脚步声就足够让他崩溃。权力给人最大的幻觉是让人以为官职就是自己，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别人跪你、拜你、怕你，你以为他们怕的是你这个人，不，他们怕的是你手里那方官印。一旦你把官印放下来，你跟他们一样，一个鼻子2个眼，甚至比他们更脆弱，因为他们没得罪人，你得罪了一堆。段成式写韩侍郎，不写他断案如神，专写他怕鬼，因为段成式知道，一个人怕什么才是他的真相。怕鬼的背后是信鬼，信鬼的背后是怕报应。一个判了100多个死刑的人，白天不信报应，夜里怕得要死，权力的盔甲天黑就脱掉了。再说一个迷信的将军，中唐有个大将叫高骈，这个人从史里的形象很复杂，能打，会写诗，坐镇淮南，权势极大，连皇帝都记他3分。但后来他干了一件事，把自己干倒了。他信了一个叫吕用之的道士，信到什么程度呢？军政大事全听吕用之的。吕用之说哪天出兵就哪天出兵，说不能用谁就不能用，说某人有反骨，高骈就抓起来砍了。淮南的幕僚们急得要死，劝高骈，高骈不听。史书里说他被妖人蛊惑，写得很简单，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写了高骈的另一件事。高骈还没发迹的时候，在边塞当偏将，有一回要打仗，
对手是吐蕃的一支骑兵，高骈手下只有3000人，对面据说有1万。出兵前，高骈找了一个占卜师来算吉凶。占卜师抓了一把草，在地上摆了个图案，然后说：“将军，你得杀3声祭旗。”高骈问：“没牛怎么办？”占卜师说：“马也行。”高骈把自己的战马杀了祭旗，然后问：“行了吗？”占卜师看了看天，说：“还得等，要等到西北风停。”高骈等了3天，风没停。第4天，占卜师又来了，说：“风停了，其实是手下人看不下去了，编的。”高骈问：“真停了？”手下人异口同声：“停了。”高骈出兵了，那仗打赢了，因为对面听说高骈等了3天，以为他有什么奇谋，自己先撤了。但这事儿在高骈心里种下了一个东西，他信了。他信，不是因为他蠢，是因为他没法面对另一种可能，那仗有可能是侥幸赢的。人在打仗之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心里是慌的。你不知道对面有多少人，有什么战术，天气会不会变，援军能不能到，这种不确定感会把人逼疯。这时候跳出来一个人告诉你，只要这样做一定能赢，你信不信？你大概率会信，不是因为他说的有多科学，是因为你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权力越高的人越迷信，这不是巧合。普通人做错一个决定，损失几百块，丢一份工作，但你坐在节度使的位置上做错一个决定，掉的是几千颗人头。代价越大，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就越低。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你承担责任，天意、鬼神、祥瑞、占卜。万一输了，不是我的错，是天意。如此占卜不是信仰，是责任逃避。段成式写高骈，不写他后来的荒唐，只写了高骈年轻时候杀战马祭旗的那一幕。那一刻，高骈已经给自己铺好了通往迷信的路。第3件荒唐事是一个宰相在朝堂上当众出丑。段成式记得很短，但画面感极强。唐文宗大和年间，宰相陆珠史书上评价很高，说他文雅清正。某日朝会，论及河北藩镇的处置方略。当时河北3镇半独立，朝廷一直拿他们没办法。陆珠主张用怀柔政策慢慢拉拢。这时候底下站出来一个比部郎中，比部郎中是刑部下面的一个从五品小官，管审计财务的，跟藩镇政策八竿子打不着。但这个比部郎中偏偏站出来说：“宰相此言差矣，河北之事当以威，不当以恩。”满朝文武都愣住了。一个从五品的小官，跨级别跨部门，当众质疑宰相，这种事在大唐的朝堂上不是没有，但极其罕见。按理说宰相应该面带微笑，听他说完，然后用一大堆引经据典的话把他的意见驳回去，这是标准流程。但陆珠不是，陆珠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从耳朵红到脖子。他转过身盯着那个比部郎中，把手里拿的康板啪的摔在了地上。铅板是象牙的，弹起来又落下去，在朝堂上跳了2下。然后陆珠指着那个比部郎中的鼻子骂了一句话。段成式把这句话也记下来了：“汝何等人，敢与吾争？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跟我争？”全场鸦雀无声。那个比部郎中跪下来，低着头，一言不发。散朝之后，这事儿传遍了长安官场。但有一个细节大家都没注意到，段成式注意到了。陆珠摔猜板的时候，皇帝李昂坐在御座上，一个字没说。那天散了朝，皇帝私下跟身边的宦官说了一句话：“陆珠老矣，权力最大的腐蚀不是让人骄奢淫逸，是让人丧失被质疑的能力。你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每天听到的是相公说的对，相公高见，经年累月，
你的耳朵已经不会处理反对意见了。一旦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错了，你的反应不是思考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本能地感觉到被冒犯。就像一个人被关在恒温室里太久，突然吹一阵凉风，他一定会打喷嚏。露珠失态不是因为他脾气坏，是因为他被权力惯坏了。段成式写那个弹跳的看板是刻意为之，那个弹跳的象牙板就是权力的外衣，掉了之后在地上来回滚的声音。最后要说的这件事，主角是皇帝，唐武宗李炎，晚唐唯一一个有魄力的皇帝。会昌灭佛，杀伐决断，但这样一个皇帝晚年也干了一件荒唐事，求长生。这事儿正史里也写了，但写得很正面，说武宗服食金丹中毒而亡，引以为戒。段成式写的不是这个，他写的是武宗服丹之前的一段小插曲。有个叫赵归真的道士，自称能炼九转金丹，吃了能长生不老。武宗召他进宫，在宫中设了丹炉，拨了一大笔钱让赵归真炼丹。赵归真炼了3个月，开炉那天武宗亲自去看，结果丹炉一打开，里面没有金光闪闪的仙丹，只有一锅稠稠的像柏油一样的黑水，还散发着恶臭。旁边伺候的太监、道士、宫女全跪下了，吓得发抖。武宗站在那里看了看那锅黑水，又看了看赵归真。赵归真跪在地上，额头贴地，浑身筛糠似的。武宗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话了。段成式记下了这句话：朕知其妄，但天下人不知。我知道他是骗人的，但天下人不知道。然后武宗让人把赵归真请出宫，赐了他一批金银，对外宣布丹炼成了，朕已经服了，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武宗之前大张旗鼓地请赵归真进宫炼丹，全国都知道了。如果现在承认这锅东西是废的，等于承认自己被骗了。一个灭了佛的皇帝被一个道士骗了，传出去他的威信就完了。所以武宗选择把这件事变成秘密，把赵归真体面地送走。后来他另找了一批道士继续炼丹，这批道士炼出的丹倒是成型了，直接把他送走了。权力越大的人越不敢认错，因为普通人认错成本很小，丢点面子被骂几句，但皇帝的认错成本太大了，一旦承认自己被骗，下次再用人的时候谁还敢被你用？一旦承认自己判断失误，那些被你杀掉的人，被你推翻的政策是不是都要翻案？所以坐在最高处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惯性，把错误包装成正确，哪怕明知是黑水，也得说成是仙丹。段成式写武宗那句“朕知其妄，但天下人不知”，写得极冷静。他不说武宗愚蠢，也不说武宗昏庸，他只说武宗知道这是假的，但他必须说是真的。这就是权力对人的终极束缚。你坐在最高处，你就不能说我错了。段成式写这些，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就那么回事。他们的荒唐不是因为坏，是因为他们被权力泡久了，脑子真的会变钝。怕鬼是因为判的死刑太多，良心上过不去又不肯承认。迷信是因为手里的人命太多，不敢面对不确定。失态是因为太久没人敢说你错了，被骗了还不敢声张，是因为位子太高，认错的代价比吃毒药还大。这些事段成式一件一件记下来，不用一个形容词，不加一句评判，他只是把韩侍郎屋里的灯、高骈的祭旗刀、露珠摔掉的象牙看板、武宗面前那锅黑水一个个摆在你面前。摆完之后他就走了，他让你自己看。你以为权力是让人变聪明？不，权力是让人变迟钝，因为没人敢指出你的错，你就以为你永远没错，
酉阳杂族里这些荒唐事，不是段成式编的，是他亲眼见的。他只是在提醒后人，别太把权力当回事儿。正史是给皇帝看的，野史是留给后人的。段成式把那些正史不敢写、不愿写、不屑写的东西全塞进了酉阳杂族。刚才我们看了高官怎么出丑，将军怎么犯蠢，皇帝怎么自欺欺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东西，连正史那套万能美化句式都盖不住。他们是正史拼命想删除但删不干净的东西。先讲一件宫廷秘闻：唐玄宗李隆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正史里的玄宗是那种光芒万丈的形象，但段成式在酉阳杂族里写了玄宗晚年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新旧唐书都没有收。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被儿子肃宗尊为太上皇，安置在兴庆宫里。表面上尊荣备至，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肃宗怕他复辟，把他身边的旧人全部换掉，连他最信任的宦官高力士都流放了。兴庆宫里只剩下几个伺候的宫女和太监，名义上是照顾太上皇，实际上是监视。玄宗每天坐在宫里，没人说话。他开始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每天晚上他让人在院子里摆一张案桌，桌上放几碟点心、一壶酒、2个酒杯，然后他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说话。说的什么？段成式说，他说的都是天宝旧事，天宝年间他当皇帝时候的事。跟谁说话？跟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李林甫、杨国忠、高仙芝、哥舒翰、虢国夫人、杨贵妃。有时候他说到好笑的地方自己笑起来，说到伤心的地方就沉默很久。那个空院子里，风把案桌上的树叶吹起来，酒洒了一地，点心没人动过。伺候的人远远站着不敢靠近，但听到他在说：“力士，你说朕做的对不对？”力士已经被流放到乌州了，不在长安。但玄宗问的是力士，因为他身边没有别的人了。段成式记这个场景只用了一句话：上皇每夜中设酒果于庭，若有对者。太上皇每天夜里在院子里摆上酒和果子，好像有人跟他对饮。一个若字，把玄宗的晚景全写尽了。不是真的有人，是好像有人。他自己也知道没人，但他需要好像。正史里的唐玄宗永远是那个开创开元盛世的明君，或者是晚年昏聩误国的老糊涂。但段成式笔下的玄宗是一个被抽空了所有身份的老人，他的权力被儿子剥夺了，他的爱人死了或被杀了，他的臣子要么叛变了，要么被杀了。他是全天下的太上皇，但他找不到一个人说话，所以他对着鬼说话。段成式没有评价，没有说可悲可叹，他只是把这个画面记下来。深夜的兴庆宫，一个老人对着空院子摆酒，风吹树叶，酒洒了一地。正史不会这么写，因为正史要维护玄宗的体面。但段成式写的是体面底下是一个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的老头。第二件事，关于民间禁忌。酉阳杂俎卷13诗词篇记了一条岭南某地的风俗，说是当地有一种做法，人死之后不入土，把尸身停放在家中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停3年。3年期间，家人每天晚上要去那间屋子供饭，把做好的饭菜端进去放在尸身旁边，第二天早上再去收碗筷。3年期满才正式下葬。外地人觉得这风俗太瘆人了，说这些人是化外之民，不开化。但段成式追问了当地人的说法，当地人说，很久以前，村里有个人死了，按照习俗停尸，第二天家属去送饭，发现尸身动了，再过几天，那个人坐起来了，活了过来。后来又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儿，于是当地人形成了一个规矩，死人不能马上埋，要等3年。
3年后如果还没复活，才算是真死了，这叫待生。段成式接着查，发现这种死而复生的事在当地并不是孤立，因为岭南气候湿热，有一种病，发病时人会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心跳极慢，外表看起来和死人一模一样。当地大夫叫他失觉。这种病有时候几天能醒，有时候几个月，有时候几年。那些被等回来的人就是得了失觉的病人。所以那个让外人毛骨悚然的供饭仪式本质上是一个等待机制，他等的是小概率事件。万一那个人没死，万一他还能醒过来，万一他需要一口饭，当地人用供饭这个动作对抗的是万一。但后来这个风俗被官府的教化运动盯上了，来的刺史是北方人，觉得这个风俗非礼，不合儒家的丧葬礼制，于是刺史下令禁止停尸，强制推行土葬。结果是那几年当地接连传出墓中有人呼叫的传闻，有一个墓被挖开，里面的棺材盖被顶开了，尸体的手指扣在棺材盖内侧的木板上，指甲全断了，血痕一道一道。段成式写这件事笔法极其克制，他不说刺史做的对不对，也不说这个风俗好还是不好，他只是把两边的事实都摆出来，一边是官府的礼法，一边是民间的经验。礼法说死人要马上埋，经验说有些人没死透，埋了会活过来。这两套系统打架，结果就是棺材板上的血痕。正史不会写这些，正史写刺史到任，往往写移风易俗，教化大行。至于移的是什么风，易的是什么俗，移了之后百姓有没有人在棺材里抠断指甲，这些正史不关心。段成式记这些指甲印，就是在给那些被教化抹掉的人留一个声音。第三件事，关于背叛。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里记载，江淮之间有个读书人叫周生，家境贫寒，但心地仁厚。有一天他在路边遇到一个快要冻死的人，浑身破烂，周生把他背回家，用仅剩的一点米熬了粥喂他，把自己的棉被给他盖。那人醒了之后说自己叫何敬，北方来的，家乡遭了兵乱，一家老小全死了，无处可去。周生留他住下，一住就是3年。3年里，周生把何敬当兄弟看待，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后来何敬说想去扬州谋个差事，周生没拦，临走时把家里唯一一头牛卖了，换了盘缠给他。2年后何敬回来了，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个商队回来的。他发达了，在扬州做了买卖，赚了一大笔钱。他见到周生跪下来磕头说，恩人，我这辈子都记得你的恩情，这次回来就是报答你的。周生很高兴。何敬在周生家里住了几天，天天叙旧。临走那天，何敬说想带周生去扬州玩玩，周生说好。2人一起上路，走到一半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路，何敬突然翻脸了，他带来的人把周生绑起来搜他的身。周生问何敬，你这是做什么？何敬看着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我的底细。然后让人把周生押走，关进了当地的一个私牢里。后来周生从私牢里逃出来，衣衫褴褛地回到村里。邻居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过了1个月，有人发现周生死在了自己的屋子里，临死前他用手指在地上划了几个字，救鬼3年，鬼还一刀。段成式讲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评价何敬的为人，但他在结尾的地方添了一小句，何敬后为商，多行欺诈，数年为人所杀。何敬后来做生意，经常欺诈别人，几年后被人杀了。这句话加得很冷，他不说恶有恶报，不渲染正义的胜利，他只告诉你因果的自然逻辑。一个靠背叛起家的人会继续背叛，一个习惯了背叛的人迟早被别人背叛，不是报应，是规律。
这种事正史不会记。周生是个无名小卒，何敬是个不入流的奸商，但他们的故事每朝每代都在发生。段成式把这些名字记下来，不是为了写善恶报应，是为了告诉你，这世上没有好人有好报的规律，好人有时候会被恩将仇报，坏人有时候会逍遥法外。你唯一能做的是看清楚这一点。第4件事，关于阴司。酉阳杂祖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叫崔寒，字伯林，人死了15天活了过来。他讲了自己在阴间的见闻。崔寒说他死后被2个穿黑衣的人带走，走了1天1夜，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城门上面写着北府2个字。进了城，里面跟人间的城市一模一样。他被带进一个衙门里，堂上坐着一个穿红袍的判官。判官翻了翻簿子说：“拘错了，此人不该死，送回去。”崔寒问：“既然拘错了，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逛逛再走？”黑衣人答应了，带他在北府城里转了一圈。崔寒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店铺里有人在吃饭，好像跟人间没什么区别，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这里的人都不说话，买东西的时候双方对看一眼就成交了，钱也不数，货也不看，看一眼就行。他还看到一个衙门门口排着长队，有人往里走，有人往外走。黑衣人告诉他，那是转生司投胎的地方，想早点投胎的可以花钱插队，不想投胎的也可以申请留在北府，但要交常住费，每年交1次。崔寒问怎么交钱，黑衣人说，阳间捎来的纸钱，这边按数收，抽3成手续费，剩下的转进个人账上。崔寒还想问，黑衣人已经把他的手一拉，说时间到了。然后他感觉自己被人推了一把，就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段成式记崔寒这段话，语气平和的跟在记长安城的访视制度一样。阴司有衙门，有排队，有插队，有收费，有手续费，跟人间的官府衙门一模一样。他不说这是崔寒的幻觉，也不说这是真的，但他记了一个细节。崔寒从棺材里出来之后，有人问他阴司里的判官叫什么名字，崔寒说了3个字。后来有人去查，发现这3个字是前朝一个因贪赃被处斩的县令的名字。段成式只记了这个细节，没有展开，但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一把钥匙。如果阴司的判官是贪官变的，那阴司的公道也不过是阳间贪腐的翻版。你在阳间被人冤枉，到了阴间也不一定能翻案。你在阳间被人欺负，到了阴间说不定还得花钱打点。段成式把这句话藏在字缝里，他不明说，他让你自己去品。这些事正史不会写，因为正史要体面，要教化，要告诉老百姓善有善报。但段成式不信这个，他信的是，你把人性暗面看清楚了，你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玄宗晚年在空院子里对着鬼说话，告诉你的是，权力能给你一切，但老了他一定会收回去。收回去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不给你留。岭南棺材板上的支架印，告诉你的是，礼法这东西有时候比巫术更可怕。周生临死前在地上划的那行字，告诉你的是，你对人好，不一定会换来人对你好。这事儿没有道理可讲，但它是事实。崔寒看到的阴司衙门，告诉你的是，如果阳间已经烂成这样了，那阴间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段成式的《酉阳杂祖》一共30卷，前面讲的是人，中间讲的是鬼，后面讲的是梦。但不止这些，他还塞了一大堆让唐代人自己都觉得离谱的东西进去。这些东西今天读起来像在看一部唐代版的《海底2万里加星际穿越》。我们换换脑子，看看唐代人的脑洞到底能开多大。先讲一个跟月亮有关的故事。唐文宗大和年间有2个人，一个叫郑仁本，
一个叫王秀才，是表兄弟，一起在嵩山隐居读书。有一天晚上，两人在山里散步，走着走着迷路了。正发愁的时候，看见不远处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人，盖着一件白色的衣服，睡得正香。两人上前去问路，那人翻了个身，打着哈欠坐起来说：“你们要去哪儿？”郑仁本说了自己的住处，那人说：“我也正要往那边走，一起吧。”三人同行，走了片刻，郑仁本看这人不像是本地人，就问：“您是从哪里来的？”那人笑了一下，指了指天，说了一句让郑仁本头皮发麻的话。他说：“你们知道月亮是拿什么做的吗？月亮是七宝合成的。月亮本身不发光，它是反射太阳光。月亮上面凹凸不平，那些阴影是月亮上的山。这还不够。”这人接着说：“我就在月亮上干活，月亮上常住着82000户工匠，专门负责维修月亮。我是其中一个。我的活就是把月亮表面打磨光滑，让它能反光。”郑仁本和王秀才面面相觑，一句话说不出来。那人看他们不信，从怀里掏出2样东西，一包玉蟹饭，一把玉斧头。那人说：“这玉蟹饭是月宫的工作餐，吃了能保一辈子不生病。”他把玉蟹饭分给两人各一勺，两人尝了尝，真的有一股清凉的感觉，从喉咙一直到胃里。至于那把玉斧，斧刃上还粘着一层亮晶晶的粉末，跟月光一个颜色。那人把斧头收起来，指了指前面：“你们的住处到了。”郑仁本回头一看，灯火就在不远处。再回头，那人已经不见了，地上有一道白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段成式给这个人起了个名字叫修月人。你可以说这是古代版的科幻小说，但段成式没当科幻写，他记下来的时候用的是真人真事的口吻。某年某月，郑仁本亲口所说。重要的是，唐代人真的有一种极其狂野的宇宙观。天上没有神仙，天上有工厂。月亮不是仙人住的地方，月亮是一个需要维护的人造物。这个设定比嫦娥奔月硬核100倍。再讲一个东西，人鱼膏。秦始皇陵里点着一种长明灯，用人鱼膏做的，能燃1000年不灭。这说法在许多古籍里都有，不新鲜。但段成式往前多走了一步，他说他曾经见过一个人鱼的标本。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一次大旱，某地河水干涸，河底露出一个东西，长约6尺，头是人的，身是鱼的，皮肤上附着细密的银灰色鳞片，手和手指之间有头。当地百姓不知道是什么，把它送到了官府。官府的人把它放在一个大陶缸里灌满水，养了3天。这东西不吃不喝也不动，只是偶尔睁开眼睛看人，眼睛是蓝的。第4天他死了，死后身体迅速萎缩，变成一滩油，只有鱼骨架和一张人形的皮留了下来。那油清亮如水，点着了火苗是青白色的，没有烟，有一股奇怪的腥甜味儿。当地官员觉得这东西不吉利，把骨架和皮埋了，把油倒进了河里。段成式说，他是在长安听这个官员的幕僚亲口说的。今天你当然可以不信，但段成式的写法非常讲究。他不说有人鱼这种东西，他说某人亲眼见过。他把举证责任丢给了当事人。这种叙事策略让故事处在一种你信不信都可以的暧昧地带。唐代人就是在这种氛围里，相信着无数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更深，能说话的树。代宗大历年间，洛阳城郊的一棵古槐树忽然开口说人话，不是风吹树叶的声音被当成说话的那种，是真的发出了清晰可辨的语句，周围的居民听得清清楚楚。槐树说的是，明年此地将有兵祸，汝等速迁。
当时没有信一棵树说话，谁信谁是傻子。但有几个谨慎的人还是搬走了。第2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叛唐，叛军南下打到洛阳附近，没进城，但在城郊烧杀抢掠，那棵古槐旁边的人家全被抢了，留在那儿没走的死的死，伤的伤。事后有人想起槐树的话，跑去告官，官府派兵来砍树，斧子砍下去，树干裂开，从裂缝里往外流的东西不是树枝，是鲜红的血，连流了3天，砍树的士兵吓得斧头都拿不住了。后来那棵树被挖出来烧了，烧的时候火是绿的。段成式写这个故事，结尾只有4个字：使者怪之。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觉得奇怪，他不解释，不分析，但这个细节，火烧出来是绿的，在古代叙事里有个潜在的含义。绿色火焰通常跟磷有关，而磷通常跟腐烂的有机物有关。一个树干里怎么会流出鲜血，烧出绿火？它暗示着那棵树下面可能埋着什么东西。段成式没明说，但他已经把线索留给你了。他写这些不是为了迷信，是为了告诉你，唐代人对世界的想象比我们以为的狂野10000倍。他们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想象出了月亮上的工厂和维修工，他们在没见过海洋生物的年代构建了人鱼的全套形态。他们相信树会说话，相信树会流血，也许不是因为愚昧，而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界的万物抱有一种我们今天已经丧失的近乎本能的敬畏。段成式用一整本书把这些东西装起来，等于给唐代人的精神世界拍了一张巨幅的全景照片。你今天翻开来还能听见那个时代人的心跳。段成式这个名字在唐代文学史里排在很后面，前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但如果你问一个唐代的普通老百姓你最喜欢读谁的书，他们可能会说段成式，因为他写的东西你不识字也能听懂。他写怪事，写鬼事，写官场丑事，写民间奇事，他不用典故，不拽文采，就像隔壁老头在跟你唠嗑。但这老头唠的嗑1000年后还在被人传。他的履历放在唐代文人里属于那种起点极高，过程极平淡，结局极寂寞的类型。他爹段文昌是唐穆宗朝宰相，他自己年轻时候以门荫入仕，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后来一路升到尚书郎、江州刺史、太常少卿，官不大不小，位置不冷不热。史书对他的政绩几乎没有任何记载，说明他做官做得很平庸，至少不显眼。但史书不记他的政绩，另一件事却记得很牢。《新唐书·艺文志》把他的《酉阳杂俎》列入了子部小说家类。一个官做得平平无奇的人，靠一本不正经的书在史书里占了一行。段成式为什么写这本书？他自己在自序里说了8个字：夫酉阳杂俎者，杂录也。这书就是本杂录，没什么了不起。他在序言里故意压低了姿态，说自己不过是把听来的、看到的、查到的怪事汇集起来。但这句话你听听就好，别当真。一个宰相的儿子从小泡在帝国最高层的圈子里，什么没见过，他太清楚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东西不该写了。他选择写不该写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段成式有个好朋友叫温庭筠，就是那个写《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的花间词宗祖。温庭筠一生落魄，恃才傲物，得罪了无数权贵，晚年穷困潦倒。段成式和他是走得很近，两人经常通信讨论诗文，也讨论奇闻异事。温庭筠后来写了一本《前训子》，也是志怪笔记。他们这一派文人对主流功名没兴趣，对写怪事的兴趣比写奏章大得多。这在唐代本身就是一种边缘的选择。段成式晚年，天下已经在乱了，
王先知，黄巢起兵在即，大唐帝国的架子还没倒，但柱子已经全朽了。段成式在这时候还在写《酉阳杂俎》，一篇一篇地记，一卷一卷的攒，从年轻时候开始记，一直记到头发白了，天下快塌了。他记狐妖，记隐士，记会说话的树，记月亮上的工人，跟他同时代的宰相们在写奏章、写碑文、写青词。他们写的东西当时是主流，现在是尘埃。段成式写的怪事，1000年后还有人读。他晚年写了《酉阳杂俎》，组有人问他：“你写这些有什么用？”他大概会笑一笑，说没用。但1000年后还有人读，就有用。他说的对，跟他同时代的宰相们写了一大堆奏章碑文，今天谁还记得？但段成式记的怪事，我们现在还在讲。这世界就是这样，你越想留下什么，往往留不下。你只是认真记下你看到的，反而留下来了。时间快到了，不讲大道理，不总结人生，只说这些只是《酉阳杂俎》的冰山一角，书里还有几百个故事。我们今天只讲了不到30个，剩下的我再讲2个最短的，你听听就好。有一个叫冯建的道士，擅长一种法术，可以让鬼现形。他只要用朱砂在黄纸上写几个字烧掉，鬼就藏不住。后来他死了，有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4个字：鬼畏冯建。这4个字后来被传成了鬼怕冯建，贴在大门上当驱鬼符。一个活人活成了鬼界的通缉令。还有一个故事，说长安有个卖蒸饼的小贩，每天凌晨起来揉面，揉着揉着发现面团里有一个小人，1寸多高，眼耳口鼻清清楚楚，还在动。小贩吓坏了，把面团扔到街上。第2天早上，面团不见了，地上有一滩水，水里有一条小鱼，鱼鳞是金色的。小贩把鱼捞起来养在水缸里，第2天鱼也不见了。水缸里长了一朵莲花，花瓣是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的经络。小贩把莲花摘下来，花瓣一碰就碎了，变成一把金色的沙子，被风吹走了。段成式说这叫物化东西，自己变成别的东西。他不解释为什么，只说长安人皆见之，长安人都看见了。酉阳杂俎30卷，段成式记了30年。我们这一期只讲了不到30个故事，剩下的你要是有兴趣自己去翻，或者等我下次再讲。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想听哪个方向的故事，是那些装疯避祸的奇人，还是那些被权力搞到失智的权贵，是被正史删掉的暗面，还是唐代人的脑洞大开，你说了算。你可以把这期收藏起来，下次跟朋友吃饭时随便讲其中一个故事，保证他们听呆。